又在主日里面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从雅各到以色列。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她就怀孕了，但是当她知道自己她腹中的胎儿是因为她之前刚刚去做了这个X 光片，就有可能受到这个 X 光片的辐射，也就是说这个胎儿有可能是不健康的时候，这位姐妹她心中非常的恐慌，非常的焦虑，而且这种恐慌和焦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她家里人是一致的反对，因为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这位姐妹之前也有2个儿子，非常可爱的2个小男孩。那爸爸妈妈都是从中国过来加拿大的，就很反对姐妹又继续怀孕。他们就是在中国受的也是很多的这种教育和思想，就觉得有什么就很随便的，就是说不要这个孩子。但是姐妹心中对神又有很大的渴慕，就觉得不会轻易的不要这个孩子。而且姐妹的先生也是支持她，但是除了她先生支持她之外，其所有的亲戚朋友甚至同事都是一律的反对，一致的劝她就打掉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姐妹天天在神面前在哭求，天天以泪洗脸，睡不着觉。怎么办？一边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边是他平时所信靠的神，神的诫命，神的旨意，他很想去遵守，但是一想到他腹中的胎儿如果真的是不健康的话，那该怎么办？以后出来可能是会一生一世都是要照顾这个不健康的孩子，那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姐妹心中非常的纠结，她天天都在神面前来祷告，一面又要承受父母对给她的压力。弟兄姐妹们，这位姐妹她所遇到的情况，她所遇到的这种危机，大家可能不一定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想一想，你的人生有没有曾经试过，也遇到过危机重重的时刻？又或者说，你现在正在面临着困难重重的情况呢？你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做呢？其实呢，圣经里面就有一位人物，他是多次遇到人生的挑战，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他能不能跨过这些危机，或者说把这些危机转为转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以色列民族的先祖雅各。这位雅各他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危机？他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些危机的呢？我们来看看，先来复习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雅各，也了解他的生平，甚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一定喜欢他，就认为就是雅各很狡猾、很奸诈，他身上呢确实也是有很多的缺点，而且雅各的人生是非常的坎坷不平。在创世纪里面，前面的经文就描述了雅各怎么样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又联合他的妈妈利百加来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年老的时候呢，就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他。
但是呢，他就和他妈妈利百加，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骗过了父亲以撒，然后呢，骗到了祝福，最后呢，以至于他又逃命，逃到逃到哈兰来投靠他的舅舅拉班。谁知大家也应该读过这创世纪的里面的经文，都知道，谁知他的舅舅拉班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拉班呢，先后骗了雅各，做了20年的苦工来服侍他，在当中吃了不少的苦头。所以呢，雅各是好不容易刚刚在前面31章里面就说到，摆脱了他舅舅拉班的威胁，终于可以分开两家人分开，就可以回老家了。但是呢，去到32章里面，就马上又出现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他就是必须要回去见到他的哥哥。你回老家的时候，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就是他以前骗了他的哥哥的名分，又抢了他哥哥的祝福，所以呢，他现在心里面就非常的纠结，非常的害怕，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哥哥呢？当他知道他哥哥带着400人来迎着他这个方向走来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恐慌。我们可以说，雅各是去到一个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的一个境况。所以呢，32章里面的经文就说到雅各又惧怕又愁烦。当然，雅各他之前已经是大家都了解到他是又聪明又狡猾，所以呢，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前面的经文就交代了雅各怎么样把自己的财物啊、牲口啊，甚至人都分成2队。他心里面就想，哥哥以扫杀了一队，那剩下还有一队可以逃。那雅各焦虑到一个地步呢，他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再次挑选大量的财物、牲畜，又送给他哥哥以扫，又吩咐仆人说，每一样的礼物都要保持有足够的距离。其实雅各他心里面就是在想，希望借此这些礼物，也借着这些距离，一点一点的缓和以扫他的情绪，希望减低以扫的仇恨。还有，大家来看看这个屏幕里面，就雅各呢就吩咐送礼物的人就是这样说啊，你要称接礼物的人就是以扫为主人，而称自己为仆人。他这样做呢，是刻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又提高哥哥以扫的身份。他就是希望期待这样可以打动以扫的心。从所有的这些行动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雅各心中的害怕，也可以看到他是想尽办法来处理这些危机。但是很可惜的是，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雅各心中的恐惧都一丁点的都没有消除掉，还是很害怕。当他一想到哥哥带着400人迎着他来的时候，他就坐立不安。所以呢，最后他是硬着头皮带着自己的2个儿子、两个妻子、2个使女，还有11个孩子，又渡过一个叫雅博渡口的一个这个地方。最后呢，他就让所有的人都渡过去了，唯独他自己留在原地。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以扫真的是带着400人来是要杀人的话，那雅各这样做
是不是代表他宁愿舍去所有人的性命来保存他自己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呢？面对性命关头的重大危机，雅各为什么又将所有人、所有的财物都送走了，然后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呢？经文没有很明确的来交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我们可以有一点可以看得出的是，雅各没有办法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面对这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恐慌、恐惧、忧愁是无法平息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否也像雅各一样，刚刚度过一个困难，现在又面对另外一个更大的危机呢？你的人生是否也是有这样那样不断出现的危机呢？而这些危机又是否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就像雅各一样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呢？特别是疫情之后，现在到处都是经济萧条、物价膨胀，收入和支出越来越不平衡，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都不敢轻易的表现出我们心中的不满和压抑，而且也随着疫情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毛病，让你不得不去重视，这也是一个危机。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压力、各种焦虑而引发了一些人际关系上的紧张。你跟你的配偶、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孩子，甚至父母，还有同事，还有朋友，你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因为你心中这种压力、这种焦虑，面对危机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这一些措施行动，而引发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张力，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办？是否也像雅各一样，用尽办法来解决呢？而这些办法有用吗？我们来看看，在刚才姐妹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雅各他属灵生命的一个高峰，是一个高潮，也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机，是转危为机的一个好机遇。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转机呢？其实出现在雅各身上的危机，有些是别人造成的，比如说他舅舅拉班用计算来哄骗他，来欺压他，让他做苦工，骗他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老婆拉结，然后呢，利亚，然后呢，再用7年的苦工才可以娶他喜欢的妻子，就是拉结，前后用了14年，又用6年的时间来牧养他的那些牲畜、那些羊。那有些危机呢是雅各自己造成的，比如说，当雅各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先是交代了他如何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父亲，所以呢，最后才不得不逃跑，不得不现在又重新来面对以扫。如果不是他之前做了这么多的欺骗的事情，他现在就不会造成以扫有这么紧张的一个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其实神一直在雅各的身边，一直与他同在。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种的危机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主动介入这些危机里面。大家还记得吗？当初雅各逃离家乡，
去哈兰投靠他的舅舅拉班的途中，在一个地方晚上，他睡觉，枕着那个石头来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条天梯，神亲自的出现，对雅各说话，并且承诺会赐给他躺着的那个地方为他的土地，还有数不尽的后裔，并且神是应许说，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在创世纪28章，神就是这样来跟雅各说话。那当他在舅舅拉班那里做苦工的时候，也是神一直在保护他，不允许拉班害他。当他带着妻子儿女逃离拉班，拉班知道之后，带着大班的人马来追赶的时候，是神亲自的出马，在夜间警告拉班，不能说好说歹来阻止雅各离开，又或者不能说一些导致让雅各受伤的话。在创世纪前面的经文都有这样的交代。那我们看到神是一直在雅各的身边，即使是有危机，神是用直接的方法或者是间接的方法，都是介入这些危机当中来帮助雅各。那到了现在，面对以扫是不是又来杀他，带着400人来的时候，这个重大的危机，神一样没有离弃雅各。在这个进退两难的绝境当中，神是主动来找雅各。我们看到经文就说到，当所有人都过了那个雅博渡口的时候，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就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又跟他摔跤呢？经文没有明说，但是创世纪曾经提到上帝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会用人的形状出现，而且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段经文下面，雅各就说到自己是面对面见了神，我们是有理由来相信这是神，或者是神派来的使者出现在雅各的面前来跟他摔跤。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屏幕上面写着25节，就是写到是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是不是真的胜不过他呢？虽然经文是这样说，是胜不过他，但是那个人用手一摸雅各的大腿窝，雅各马上就受伤了，他的大腿窝就扭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不是真的打不过雅各。那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明确来交代神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雅各来度过他的危机。正如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一定能明白神为什么允许一些情况、一些事情出现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雅各一直都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面对哥哥以扫的时候，他想尽了办法，甚至可能还想着怎么样来逃跑。结果神是用最讽刺的方式堵了他的后路，让他的腿瘸了，连走路都走不快，也走不稳。那怎么样跑呢？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用他的方法来绝了雅各的后路，让他看见人的方法是何等的有限，和人是何等的有限，让他看见唯有依靠神是他的出路。我们再来看看与神相遇。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例子，都描写到是这个人是怎么样与神相遇的。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我们来看看这个说这些话的人是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说道：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经都离弃我，就是人都离弃了保罗。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但是保罗他心中很有笃定，因为他就说到，在17节里面就说到，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接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神也使他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第18节，保罗非常笃定的说，神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都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保罗可以说出这些话呢？因为他是多次的经历到神对他的帮助，多次的在危机当中与神相遇。正是因为神的出现，来让他可以把危机转为转机。那我们来想一想，保罗是怎么样来与神相遇的呢？大家还记得保罗一开始他的名字是扫罗，他是不喜欢基督徒的，甚至是迫害基督徒的。当使徒斯提反被杀的时候，他甚至是站在旁边是看的。然后呢，保罗是不断的来迫害基督徒，只有见到基督徒就会捉的。所以呢，他是在一次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是本来是想去捉基督徒的，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呢，神出现，神亲自的对他说话，让他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所不相信的耶稣，他所迫害的基督徒，其实呢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神之后，他的态度有一个180度的翻转，他的人生就翻转了。他不再是来迫害基督徒，反而呢是跟随耶稣，至死不渝的来跟随耶稣。那后来呢，我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可以看见怎么样耶稣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来保护保罗的。在那个使徒行传27章里面就说到，保罗是跟一般人又坐船去到意大利那里去，但是呢船上呢起了大风浪，所以呢所有人都是有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保罗他是很笃定的站出来，在这些人当中就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可以放心，我们的生命一个都不会失散，唯独失散这一条船。为什么这样？保罗敢这么大胆的这样说呢？因为他说他遇到神的使者在夜间站在他的旁边，对保罗说：保罗不要害怕，你一定会站在凯撒的面前，因为他们又去意大利，最终的是要去见凯撒嘛。所以呢，并且呢，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他就很放胆的在同船的人身上来对他们诉说，来对他们说，可以放心，因为他相信神怎么样吩咐他，事情就一定会怎么样成就。所以当保罗
有了神的应许的时候，他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不看环境，他不看面前的危机，他的这个大风浪，反而相信结果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就不但自己放心，还可以安慰船上的人。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来想想，雅各之前是何等的害怕，他的恐慌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希望可以减轻他心中的恐慌，减轻他哥哥以扫对他的追杀，但是有用吗？没有用，他心中的恐慌还是一直的存在，直到他是去见到神，这个神人对他以他摔跤，最后就跟他有一个对话的时候，他才知道神是主动来帮他。正如我刚才说到的，保罗也是这样，遇到各种的情况的时候，都是神在帮他，神与他同在，神出现的时候，就结果就是一定是按照神所说的来出现。那我们是怎么办呢？当你知道你处在危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与神有相遇的吗？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刚刚信主的，你也有可能是信主很多年了。当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相信神的话吗？当神与你对话，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相信吗？你愿意听从吗？你愿意跟随吗？有没有想过，其实神是最知道你的，他是最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所有的需要，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想法，你有什么是不想面对的，神都知道。他知道你的一点一滴，所以神是按照你自己的情况来帮助你。可能他的帮助的方式是你不一定能够明白的，也想不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笃定，就是神一定是为我好的，神一定是爱我的，他的方式是对我是最好的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说到机不可失的抓紧，让我们知道经文就是那个神秘人以雅各摔跤摔不赢的时候，就扭了他一把，就摸了他一把，雅各就瘸了。那然后呢，那个人就说啊，天亮了，容我去吧。那雅各就说，这就是雅各的本事。雅各马上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为什么雅各他马上就说这一句话呢？其实雅各这个时候已经知道那个人不是别人，那个人就是神，或者说是神派来的使者。所以雅各是紧紧的抓住那个人，不放他走。但是他现在所要的祝福，不是要神赐给他力量，怎么样打赢他哥哥以扫，而是他现在又抓的祝福是神的同在，是神自己，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神同在，即使以扫带着400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来，都不会对他造成有危害、有危险，因为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最大的，这位神一定会保护他，一定会使他在以扫面前，在这个危机面前
是平安的。所以我们说雅各是知道自己是在神的保护里面，所以呢，神是必定会保守他平平安安的见到以扫。所以呢，雅各就捉住这一个重点，前面捉的是可能各种的自己的怎么样来兴旺，自己有怎么样来有力量来胜过别人，但是现在他所捉的是神的祝福，神自己的同在。那个人呢，就没有直接回答他说给不给祝福，反而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说我叫雅各。大家还记得雅各这个名字是代表什么吗？雅各就是当他出生的时候，是捉着他的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这个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捉的意思，也是有捉和欺骗的意思。那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是雅各的时候，他就是承认自己以前是一个欺骗的人，以前是一个专门捉人家的祝福、捉其他事情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是看清楚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状况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雅各的名字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神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叫以色列。神就这样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较力都得了胜。那以色列呢，就是得胜，就是以神以人较力都得胜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看雅各这个名字是抓和欺骗的意思。其实呢，雅各这个名字也象征了雅各的旧生命，而以色列呢，是象征雅各的新生命。他以人以神摔跤都得胜。但是呢，雅各现在他不再捉人，他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紧紧捉住神，即使是以神摔跤，也要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自己。从雅各到以色列，就象征着从抓人到捉神的一个改变。以前是捉哥哥的后脚跟，捉哥哥长子的名分，捉爸爸的祝福，但是现在是捉神，所以呢，雅各的撇了脚，瘸了腿，其实是象征着他生命的一个转变，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再依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能力。不再用欺骗来捉，而是雅各认识到自己是非常的有限的一个人，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知道自己是非常需要神自己。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他自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由始至终都是与雅各同在，而雅各呢，他也是从捉人转到捉神。所以我们说是机不可失的一个抓紧神自己，抓紧神的祝福。我们再来看看之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那位姐妹，那位姐妹知道自己怀孕，她就是家庭医生告诉她，就说你这个腹中的胎儿极有可能是不健康的。医生甚至对她说，你想象得到的，甚至想象不到的情况都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健康的情况会出现。那位姐妹心里面非常的纠结，爸爸妈妈是何等的爱她，就是因为爱她，所以就是反对她不要这个孩子。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她又知道神的诫命里面是不可以杀人，她不会说想轻易的说不要这个孩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的先生也是支持她，给她鼓励，给她安慰。先生抓住她，两个人一起跪在床前，来向神来祷告，来祈求神的帮助，祈求神来拯救她，脱离这个危机，脱离这个左右为难，不知道向左向右都是这么难的一个绝境里面。在安静、在祷告、在哭求当中，这位姐妹看到神给她的安慰，看到神给她的力量，就是知道神是与她同在，神没有放任她不管，神没有离弃她。所以，当多次的祷告完之后，哭求完之后，她跟她的先生立下决心，下了决心，决定要这个孩子。不管身边所有其他人怎么样说，他知道心中有笃定，因为他知道神给了他的话语，让他可以平平安安的，还有很喜乐的来继续的怀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多次的经历到神对他的说话，对他的安慰。所以呢，就是当他爸妈说一些令人是消气的话的时候呢，心情低落的话的时候呢，他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恳求，甚至他求神给他3个印证，让姐妹知道自己所怀的胎是非常的健康的。那神也是用了3个专业人士对他说话，一个呢是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就回了电话，就说不用害怕，因为如果不健康，这个胎儿是自然会流产；如果是健康，就可以继续的来怀孕。这个是一个印证。然后呢，当那个照 X 光片的那个医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主动打电话来给这个姐妹，对她说，X 光片的这个辐射是相当少的，特别是这个胎儿还很小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大问题。那个辐射就好像你去坐一趟飞机那么的所受到的辐射那么小。然后第3个印证呢，就是他刚刚认识教会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是在医院里面专门是研究 X 光片，所有在那个照 X 光片的医生不懂的事情都是来找他的。那位弟兄呢就告诉他不用害怕，这个辐射是轻微的，可以放心继续怀孕。他就从这3个医生专业人士不同的口里面，就看到了神给他应许，所以他就紧紧的捉住神的应许，他不再害怕，他继续的怀孕。几个月之后，这孩子出生是非常健康的，是非常的健康，并且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呢，那个姐妹，当她抱着那个刚刚出生的 baby 的时候呢，就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给她的父母，告诉她父母可以放心，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因为神一直在保守着这个孩子，神一直与这个姐妹同在，所以那个姐妹的父亲亲眼看见神是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多年跟他传福音，他的爸爸都不肯相信，去到教会就是睡觉，你怎么样跟他说都说不进去。
当这个孩子1月份出生的时候，爸爸3月份就信主，主动的来跟牧师说我要信主，然后姐妹的妈妈也跟着信主。从这个事件当中，姐妹和她的先生亲眼遇见神，亲眼看到神与他同在，与他陪他度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所以我们来后面的那个我忘了，他是打出来。我们再来看看雅各他是怎么样从雅各转到以色列呢？这屏幕上面出现的是雅各见到神，他的腿瘸了之后的表现，是在第33章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之前的恐惧一扫而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看第1到第3节，之前他是把财物、把人都送过去，他自己留在原地，他不敢面对以扫。但是呢，他现在呢，非常大的改变，他是从自己把那些他的妻子啊、子女啊、孩子啊都是放在后面，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在前面走到前面。大家看看第3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就是好像一个大家长，好像一个保护者一样，站在他的妻子儿女面前来面对这个以扫，并且雅各是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那从这个行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心中是没有了恐惧，他心中满有平安，来靠近他的哥哥。当然，他仍然是用一个，因为他心中他之前欺骗了他哥哥嘛，所以他心中还是有内疚的。他是用这种一连7次的伏在地的方式来见他的哥哥，是希望他哥哥可以饶恕他，可以与哥哥和好，与哥哥回到最初一个两人是兄弟的关系。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见以扫。我们再来看看，当他跟以扫来对话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看见，从雅各到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是如何来看神的。第10节，雅各就是说，不然我在你面前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中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他为什么可以说这一番话？就是因为他在亚伯渡口跟神来摔跤的时候，面对面见了神，并且神没有击杀他，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是说不能亲眼看见神的，但是他面对面见了神，都可以保留生命。现在呢，他见到以扫一样，见到了以扫，如同见了神的面。所以11节，雅各继续来对以扫说：“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他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神，他的生命翻转了，他不是自己去怎么样去捉，然后呢把各种都捉到自己身上来，有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安全，以为这样就可以更加有力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是神在恩待他，神在保护他，所以才有今天的雅各，并且是从雅各去到是转名为以色列，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此时此刻，
雅各的生命是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的生命在后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非常的依靠神的。去到最后，我们说人生是很难免有危机的，并且可能是危机重重的。那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断的来解决问题，还是学会依靠神，学会捉住神的祝福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各种危机当中，神其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方式，独特的方式，甚至我们不明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保护者。所以第二点是转危为机的一个相遇，就是雅各见到神，与神相遇，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而雅各呢，也是他的翻转，也是因为他懂得捉住，机不可失的捉住，不是捉其他的，而是捉神，捉神自己。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的保护，我们的人生即使是有危机，也无所恐惧，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最大的力量是神。我们最大的依靠是神，而所有的事情的结局都是掌握在我们最大的、我们所相信的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们，你呢？你来想一想，你的人生有危机吗？你来想一想，当你有危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然，我们不会说坐着什么事都不做，就等神来拯救。我们不是用这种消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来处理危机，而是说我们最要紧的是要明白神，来依靠神，来向神来呼求，来恳求帮助。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忠心的跟随着神的旨意而行，我们心中就有笃定，我们就不用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想一想，以后你的人生如果再出现一些危机，再出现一些困难挑战，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最该做的、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就是去捉神，紧紧的捉住神呢？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神你来感恩，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来愿意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心中不单是知道有这位神，而且我们心中是有笃定，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神是我们最大的帮助。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唱诗歌敬拜的时候，诗歌所说的，我们只要神你自己，神你是我们自己所要的。主啊，就求神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以后真的是出现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你自己。我们第一个要求的就是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
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放心、安心、忠心的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现在把时间交给主席，我就 stop。